欧阳雅的保镖只是叫喊，并不敢碰触他，叫他就没有叫醒。战远轻拍他的脸，又叫他，很快就把他叫醒了。睁开眼，对上战远那张俊脸，欧阳雅还迷糊了一下，以为自己在做梦，梦到了战远。他竟然梦到战远，对战远动心了吗？若是没有动心，他怎么会梦到战远？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梦到异性。欧阳雅想摸一下战远的脸，手抬起时才反应过来，他不是在做梦，战远是真实的。因为两人距离很近，他能闻到他身上的清香味。他洗澡了。欧阳雅的手悄悄地垂落，希望战远没有察觉到他刚刚的意图，免得战远误会了。大小姐，战远温厚动听的嗓音听在欧阳雅的耳里，让他想闭上眼睛继续睡。有他在，他觉得安心吗？安全感也十足。欧阳雅也就是那样想一想。战远，你怎么在我车上？欧阳雅坐正了身子，问了句。战远退出车外，等欧阳雅下车了。他解释，我看到大小姐的车停下后，一直不见大小姐下车，便下楼来看看。发现大小姐睡着了，保镖已经通知三小姐出来扶大小姐回去，三小姐快到了。欧阳雅哦了一声，说道，今晚应酬，我喝了点酒，犯困了，叫老三不用出来了，外面冷，我自己可以回屋里。一落，他肩膀上却披上了一件厚外套，是战远刚脱下来的，外套还带着他的体温，暖洋洋的。欧阳雅愣了一下，大小姐刚醒来，最容易着凉。战远是热衷做菜，不过照顾未来媳妇，他也很体贴的。欧阳雅看战远的眼神深了深，战远其实很怕他会将他的外套还给他，还好他只是向他说了句谢谢，就披着他的外套往主屋走去。大姐，三小姐才赶到，见到大姐已经下车，还有战远跟在身旁。大姐身上还披着一件男人的外套，外套还眼熟得很，她记得那是战远的外套。战远是大姐的私厨，干的时间也有2-3个月了。他带着多少套衣服过来，天天换着穿，他们早就熟悉。三小姐忽然觉得自己来得太快，她要是刚出门，大姐肯定会打电话叫她不用过来了。此刻三小姐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盏亮眼的电灯泡。老三来了，我刚和战远说叫你不用过来了，我在车上睡了一阵子，他们叫不醒我，才想着叫你过来扶我。欧阳雅扯了扯战远披到她肩膀上的外套，现在我醒了，很晚了，老三，你回去休息，别再熬夜，早点睡。三小姐看了战远2眼，笑着，那我回去了。大姐也早点休息，喝了酒会有点难受，叫战远给你煮碗醒酒汤喝。战远，我大姐就拜托你照顾一下，等我大姐回房休息了，你再走。战远应着，三小姐放心，我会照顾好大小姐的。三小姐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妹妹的话里有着深意，欧阳雅当然能听出来，不过她并没有说什么，由着战远陪她一起进屋。屋里还亮着灯，但1楼并没有人，大家已经休息。欧阳雅没有回来，管家给大小姐留的灯。屋里有暖气，进了屋，欧阳雅就拿下战远的外套，将外套递还给战远。战远接过了外套，跟着他走到沙发前，看着他坐下后，他温声问，大小姐要喝碗醒酒汤吗？欧阳雅抬手揉了揉太阳穴，说道，喝碗吧，免得明天起来头痛欲裂。战远扭身就去给他煮醒酒汤。欧阳雅靠在沙发上，再次闭目养神。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到了战远熟悉的脚步声。欧阳雅睁开眼，也跟着坐正身子。她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维持着端庄的形象。大小姐，醒酒汤煮好了。战远端着一碗汤过来，放在茶几上。欧阳雅嗯了一声，你困的话，回去休息吧，我等会儿再喝。没事，我不困，我已经睡醒一觉的了，现在精神好得很。战远不想走开，我也答应了三小姐，会照顾好大小姐。
直到大小姐回房间休息。欧阳雅没有再说什么。战远站在一旁，战远，你坐，不用站着。战远才坐。看着他，欧阳雅说道：战远，虽然你是我的私厨，并不是我的佣人，在我面前不用太拘谨的。我这个人向来欣赏能干的人，你很能干，恰好是我欣赏的人。其实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我的一个朋友，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还是意识到自己对战远有点心动。欧阳雅话变得多起来。战远温和地说道：大小姐当我是朋友，我依旧是大小姐的厨师，不能仗着大小姐的信任及倚重，就胆大妄为，不将大小姐的规矩放在眼里。我那算不得能干，就是比一般人好一点。我能创业成功，也离不开家族的扶持。说起来，我也没有比别人强多少，我那是沾了家族的福气。真要说我强于别人，那就是我会投胎，投了个好胎。战远说的也是实话，如果他不是战家的六少爷，哪怕他能够创业成功，也需要很长时间，不会在20几岁的年纪就拥有那么大的事业。他创业的资金都是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家里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是普通人工作几年不吃不喝才能赚到的数目。一出生他就赢在起跑线上了，多少人一辈子都达不到他这个高度，但他是沾了祖宗的光。欧阳雅看他的眼神温柔，还有点情意。战远，你也别太谦虚，你的能力我看在眼里，就算你没有家族给你托底，你也能创业成功，一样能创下今天这样的事业。顿了顿，欧阳雅忽然说了句：战远，你总是温文儒雅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也没有豪家少爷的架子，平易近人，我越来越欣赏你了。他想说，他似乎喜欢他了，话到嘴边还是改了个意思。欧阳雅知道自己此刻有点冲动的，那是酒精作怪，不敢乱说话，就怕明天起来恢复了冷静后，再见到战远会觉得不好意思。战远与他对视，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点情愫，但还是不够明显，他对他还是欣赏居多。这个时候他还不宜跟他说真心话，再等等吧。大小姐在我眼里也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女孩子，我更欣赏大小姐。战远温和地说道：大小姐有时候很严肃，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可在我眼里，大小姐什么时候都很好。从她成为她的私厨开始，她对她的态度都很好。知道她是战家的六少爷后，她对她更好。她说已经是她唯有战远相信的，因为她对她的态度是像朋友，但她想要的不仅仅是朋友关系，她要成为她的丈夫，一辈子都信任她，爱她，她也会回以同等的感情及信任。欧阳雅笑笑，我严肃的时候，连我爸妈都害怕，躲得远远的。阿俊和阿健两个更是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跑得无影无踪的。大小姐坐在总裁的位置上，挑着一个家族的重担，压力很大，加上又是女孩子，我对女孩子没有偏见，但这个社会对女性还是带着偏见的。大小姐付出的就要比别人更多，弱势不强势，不严肃点，没有威严，镇不住他们。我家里是我大哥挑重担，以前我大哥也和大小姐一样，很严肃，经常板着一张脸，连我这个亲弟弟见了大哥都不自觉地绷紧神经，做事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犯了错被大哥抓到被批一顿。我们兄弟几个不怕爷爷奶奶，不怕各自的父母，唯独怕我大哥。但我知道我大哥不是天生冷漠的人，他是因环境而变，慢慢的就成了冷冰冰的人。欧阳雅笑笑，同道中人才能理解我。现在你大哥还是冷冰冰的吗？战远摇头又点头。他说道，在家人面前，我大哥变得温和了很多，特别是在大嫂面前，那可以说是温柔了。也是我大哥结婚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大哥可以那么温柔。他很宠我大嫂，爱我大嫂胜过爱他自己，我大嫂就是我大哥的命。
战远这样说他兄嫂，自认没有说错。战印爱海童真的胜过爱他自己，爱妻如命的男人。欧阳雅颇为羡慕地说道：“我听若彤说过你兄嫂的爱情故事，说你几个已婚的哥哥都是旁妻狂魔，不止你的哥哥们，就是你们身边的那些男人，好多都是妻奴。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呀。战印他们是妻奴，宠妻如命，他们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同样是宠妻如命的好男人。别人我不敢说，我战家的男人就都是妻奴，几代人都这样宠妻。”战远说这话时，看欧阳雅的眼神染上了几分的灼热。他娶了她以后也会是妻奴，爱她如命的，他也值得她倾尽余生柔情。是了，上次好像听你说你来这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追求你奶奶给你挑好的媳妇儿，她是谁？战远敛回了看他的眼神，端起了那碗醒酒汤递给他。大小姐可以喝了，再放下去就冷了。欧阳雅接过了那碗汤，优雅地喝着汤。喝了半碗醒酒汤，她放下了碗。我是有点醉意，醉得不是很厉害，至少我还能自己走路，头脑也还清醒着，知道自己做什么说了什么。这汤我喝半碗够了。夜色深了，他不想喝太多水。战远，你未婚妻是哪家千金？她在哪里？不介意的话，能告诉我吗？欧阳雅执着地想知道这个答案。以前问过他，他都没有说，总是说他先工作，婚姻大事不着急，慢慢来。说他毕竟才20几岁，说他大哥都是30岁结的婚，他今年追不到老婆也无所谓，可以多等他未婚妻几年。欧阳雅忽然嫉妒他的未婚妻，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他，也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做了什么，让他的奶奶相中了他，安排给他，要求他在1年内追到手。他在他这里当厨已经3个月了吧，追妻时间是1年，那就还有9个月。欧阳雅脑海里竟然掠过了一个想法，就是一直留他在他家里当厨师，让他每天给他做饭，那样他就没有时间去追妻了。这个想法也就是一闪而过，欧阳雅很快就否定了。他不想做他追妻的绊脚石，他欣赏他，甚至有点心动了，那是他太好了。他第一次遇到像他这样样样都极好的男人，管不住自己的心，但他不允许自己当小三，他也不必去当小三。他有未婚妻，他要去追求未婚妻时，他绝对不会拦着，除非他说他不想按他奶奶安排好的去做，放弃追求他未婚妻，说他爱的人是他，那他就会去争取他的幸福，因为他只要放弃了按他奶奶说的去做，他就是单身的。毕竟他还没有见过他的未婚妻，也没有展开追求行动，甚至他的未婚妻可能都不认识他，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战远看着欧阳雅，他也看着他，两个人四目相视，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坚持。战远温和地说道：“大小姐，我现在还没有去追妻，他都不知道他是我的目的，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怕影响了他的名声。女孩子的名声很重要，等到我展开追求他的行动了，大小姐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我奶奶给我挑的，以我奶奶的眼光及要求，她老人家亲自挑孙的孙媳妇，自是极好的。”欧阳雅说道：“现在这里没有第3个人，我嘴巴也牢，不能说的我不会说出去，你告诉我，我保证不会传出去，就不会影响了你未婚妻的名声。”战远还是不说，他依旧说道：“请大小姐见谅，我现在不能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呀。”他对他感觉是有点动心了，但陷得不深。战远怕自己说出来后，欧阳雅立即就清醒过来，甚至会认为他来这里就是冲着追妻来的。好吧，他也的确是为了追妻，从头到尾他都是冲着他来的。欧阳雅沉默了一下后说道：“没事，缘就是我勉强了。”他不想说，他问也没用，他想说不用他问，他都会告诉他。可他越不说，他越是好奇，
越想知道他的未婚妻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们都还没有见面呢，他就这般护着他的未婚妻了，着实是让欧阳雅羡慕嫉妒呀。长这么大，他第一次尝到了嫉妒的滋味，哪怕不强烈，欧阳雅也尝到了。大小姐那不是勉强，只是好奇，人皆有好奇之心，大小姐会好奇一点都不奇怪，很正常的事。战远温和地说道，不说大小姐，任何人知道我奶奶事先就给我们挑好未婚妻，都会好奇，想知道我们的未婚妻是谁。不怕大小姐笑话，在奶奶没有将相片交给我们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奶奶早几年就开始为我们物色未婚妻了。她老人家是不管有多远的，只管人品好坏。三嫂就属于远嫁，四嫂虽说还没有嫁进来，却也属于远嫁。五哥的不知道，不过五哥经常出差，不在管城，想来也是为了追求五嫂，说明五嫂也不是管城的人，也就大嫂和二嫂是管城人了。战远想到他和欧阳雅的距离，觉得距离最远的就属他和欧阳雅了，除非老七老八的另一半是外国人，否则最远的非他莫属。可能需要远嫁的人还是他。她嫁给欧阳雅，欧阳雅在欧阳家的地位责任她清楚得很，想和欧阳雅有情人成眷属，做出牺牲的人只能是他了。娶妻娶贤，战远嗯了一声，是的，娶妻娶贤。欧阳雅在看战远时，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情愫，那一丁点的情愫被他压在了心底深处。战远，他试探地问，你没有见过你奶奶为你挑好的未婚妻，你一定会娶她吗？不怕你们俩互看对方不顺眼吗？毕竟是战老夫人相中的，不是战远自己相中的，而且女方也不知道这件事，等于是战老夫人一人做出的决定。我相信奶奶的眼光，她老人家帮我挑好的媳妇儿，不敢说是天底下最优秀的女孩子，但一定是最适合我的，所以我一定会娶奶奶为我挑好的媳妇儿。她看我不顺眼，我慢慢陪着她，对她好，真心换真心。1年的时间，我想她肯定会对我改观。战远看欧阳雅的眼神变得深不可测，他温的嗓音很好听，但欧阳雅听的却觉得透心凉。听得他说道，我说了会去追求她，捧着真心到他跟前去，相信他会爱上我的。有了感情基础就结婚，那是水到渠成的事。顿了顿，战远补充一句，若是他不想嫁，或者是不能嫁，那就娶我，我嫁他上门，我家兄弟多，上门一个，我家里长辈也不会舍不得。只要他过得幸福，父母都会接受，家里长辈都很开明。他现在在欧阳家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不管是主人们还是同事们，跟他都处得来，就没有人讨厌他的。以后他真上门了，给欧阳家当上门女婿，想来在欧阳家也能过得风生水起的。一大家子的胃都被他捏住了。欧阳雅有时候是冷冰冰的，但那不是他的本性，他其实是个明白是非、很讲道理的人。战远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上门会受委屈。大小姐，欧阳雅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他却是问他，大小姐，我能冒昧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怎么问到他身上来了？他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像他这样的呀。欧阳雅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老实的说道，我喜欢有能力、有担当、又三观正的男人，哪怕他家世不如我，只要他正直能干，对我真心，我也不介意他的家世。当然了，能够门当户对就更好了。门当户对，我们的见识一样，层次一样，容易有共同的话题。结婚了就是强强联手，而不是扶贫。大小姐说的家世不如你，也要豪门出身吧？家世差得太远的就是我都要思虑再三，担心别人是冲着我们的钱来。欧阳雅笑了笑，是的，凤凰男之类的我肯定不会要。想追求我的男人挺多的，但没有一个能符合我的条件，所以我继续单着吧，反正也不着急嫁人。
我的计划是30岁之后再考虑婚姻大事。战远说道，30岁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年龄，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也不老。大小姐若是遇到很优秀的男人，他各方面都满足了大小姐的条件，大小姐愿意早点结婚吗？要是欧阳雅真的要等到30岁再结婚，战远也愿意等。当然，他乐意早点结婚，那就更好。他有点迫不及待地娶她过门，好好过几年两人世界，然后再生一对儿女。他负责做饭带娃，他依旧做他的事，需要他帮忙分担的，他就帮他分担，不需要他帮忙，他也不会多事，尊重他的一切决定及选择。这个说不准。欧阳雅苦笑一下，我目前并没有能让我早点嫁人的男朋友，好不容易有点喜欢战远了，但战远有一个不知名的未婚妻，还没有见面，他都对未婚妻忠贞不二，摆明了不会再爱第二个女人。说不羡慕不嫉妒那是假的。欧阳雅觉得好笑，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不知不觉间对战远有点想法时，战远却有未婚妻，他有个不知道是谁的情敌，情敌什么都不用做，已经打败他了。战远，你去休息吧，我喝完这碗醒酒汤，自己上楼休息，放心，我没有醉到走不了路的地步，不会有事的。欧阳雅忽然意兴阑珊，不想再和战远聊下去，聊得越多，他会越嫉妒那个不知名的情敌。大小姐，欧阳雅摆摆手，示意战远可以回去休息了。战远只得离开，离开之前都还叮嘱他要早点休息。对他的关心之情让欧阳雅苦涩的笑，不知情的会以为他的未婚妻是他呢。战远走到屋门口时停下来，扭头对欧阳雅说道，大小姐，我只关心我未来的媳妇儿，除了她，其他年轻女性在我眼里只是陌生人，需要客气点就客气点，不需要客气的不用搭理，哪怕他是我的老板，也不会越界，若是越界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大小姐早点休息，略醉了，醒来也会头痛，明天一早我再给大小姐冲杯蜂蜜水喝。说完，战远才走了。欧阳雅扭头看着屋门口，他消失的方向。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只关心他未来的媳妇儿，除了他的未婚妻，其他年轻女性，哪怕是他的老板，他都不会越界。他的越界指的是哪一点？关心吗？意思是，假如他的老板是年轻女性，但不是他未婚妻的话，他只会干活，公事公办，但不会关心老板，是那样的意思吗？如果他是那样的意思，是否可以认为他暗指的是他？他对他很好，除了做到了一个厨师的工作，尽职尽责地为他准备每天的3餐，还做了很多越界的事，例如关心他，他心烦时，他会陪着他聊天，陪着他散步。他对他的家人也是极好的，这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厨师。战远是说他喜欢他，视他为他的未来媳妇了。可他不是说他只会娶他奶奶给他选好的女孩子吗？欧阳雅被战远临出门时说的几句话弄乱了心神，先前凉了的心又热腾起来。他最想知道的就是战远的未婚妻到底是谁。战老夫人给他选中的未婚妻应该是 A 市人，或者是邻近的，否则他不会飞这么远过来。总不能说他仅仅为了给他当私厨吗？如果他的未婚妻是 A 市人，会是谁？不是欧阳雅自夸，放眼整个 A 市，能比他优秀的名门千金真没有，略次于他的也只有他的堂妹们，其他豪门里的千金在能力这方面是远不如他的。他可是掌管着欧阳家的所有生意，实打实的当家人。有多少名门千金能成为他们家族里的当家人？欧阳雅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战远的未婚妻会是他吗？因为是他，而他嘴巴挑，他厨艺最好，在这一方面他们俩是佳配啊。他做的菜做得不好，他能吃出来，指出来让他改正，
以后就能做得更好。他嘴巴挑，一般厨师做的饭菜他都吃不下，但他做的饭菜他吃得下，吃了2-3个月都还没有吃厌，说明了他的厨艺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让他挑不出刺来，也不会厌倦，不就是绝配吗？欧阳家与管城的战家也是门当户对，他还说过，如果未婚妻需要他上门，他都可以上门。战家这一代共有9位少爷，战远的亲哥哥是当家人，家里长辈都开明，他上门，他家里人会尊重他的选择。他为什么会说需要他上门，他就上门呢？如果他的未婚妻是他欧阳雅的话，这话就很好理解了。他不可能远嫁，现在也无法撇下欧阳家的生意不管，他还得继续挑着重担，直到2个弟弟能够接班了，他才能退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了夫妻不用长久分居，他上门就是最好的选择。姐，我觉得战远就是冲着你来的。他看到姐姐的时候眼里有光，这话是阿婷不止一次对他说的。欧阳雅总觉得妹妹是调侃他，打趣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自己是战远的老板，战远对他好那是很正常的事。站在战远的角度看，他可是战远的衣食父母。此刻想一想，欧阳雅恍然，或许战远真的是为了他而来，不仅仅是当厨师这么简单。他总是说他奶奶只给他们1年的时间追妻，但他在他家里上班，并没有离开过，就算出门也是陪着他出差，每天都忙着喂饱他，照顾他，不曾去追过所谓的妻，就连去打听女方的消息都没有过。他不着急吗？1年的时间过去得很快的，他来他家里上班，感觉还没有多长时间，可是真正算起来已经3个月了吧。时间过得多快啊，晃眼间便过去了3个月。他都不着急追妻，如果他的未婚妻是他，他已经来到了他未婚妻的身边，与他朝夕相处了。欧阳雅陷入了深思，一颗心也狂热起来。他决定明天还没有时间，这个周末吧，他要悄悄去一趟管城，见一见战远的奶奶。是了，战远说他的奶奶带着他母亲以及2个婶婶去了他们那边的省会城市，他该去的便是他那边的省会 A 市的君家。战老夫人现在还住在君家的风尘山庄里，听傅若彤说，战老夫人很喜欢女孩子，君家的当家大少爷与爱妻生有一对龙凤胎，战老夫人特别喜欢君家的那个小女娃，所以经常跑到君家去做客，住在君家里逗娃。做了决定的欧阳雅慢慢平复了心情，她喝完了那半碗醒酒汤，自己拿着碗进了厨房清洗。之后她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泡了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头脑也更加清醒了。从浴室里出来，她本能的就转入了她房间里的小书房。刚坐下，手机就收到了战远发来的信息。她点开信息一看，他说：大小姐，你是不是又进了小书房，准备熬夜？这都几点了？凌晨了，去休息吧。本就喝醉了，更应该好好休息，别办公了。欧阳雅忍不住低笑，她又没有千里眼，怎么知道她泡了热水澡出来后会进入小书房呢？她没有千里眼，她是很了解她，摸准了她的生活习惯，被她关心，她心里甜丝丝的。欧阳雅回复了他1个字：好。之后他起身走出了小书房，往卧室走去。一夜再无话。隔天清晨，欧阳雅破天荒的没有在往常的时间起来晨跑。她醒来后感觉头有点痛，就不想动，想着今天的晨跑取消吧。昨晚是有点醉，但醉得不厉害的，至少他头脑还清醒得很。后来战远又给他煮了醒酒汤，怎么今天醒来还是会头痛？楼下，欧阳俊和欧阳健兄弟俩双双坐在餐厅里享用他们的早餐，这是战远哥哥给他们准备的。每天给他们准备的早餐都不一样，都很好吃。吃惯了战远哥哥做的饭菜，他们在学校吃饭都快吃不下去了，
觉得学校的饭菜是猪食。欧阳俊还好，他是小学生，学校离家里不算远，又是1年级的学生，不用住校，所以中午和晚上都回家吃饭。欧阳健比他小了1岁，还在上幼儿园，只有早餐和晚餐在家里吃。其实幼儿园里有早餐，欧阳健不肯在幼儿园吃早餐了，非要在家里吃。为了能吃到战远做的早餐，小家伙天没亮就自己爬起来，都不用大人叫喊，自己穿衣服、洗刷，然后背上书包就来大房这边了。战远哥哥，欧阳俊忽然问战远：“我大姐昨晚回来了吗？”平时这个时候我大姐早就起来了，现在却不见我大姐。她有时候赖床不想起来，特别是春冬2季，屋外冷，她就会赖床。别人都叫不起她，只有大姐能把她揪起来。她怕大姐吗？就是昨天都还是大姐叫她起来的。今天她睡醒了，自己看过时间，到点吃早餐，便自己爬起来，没有等大姐来叫她。战远放下了一碟新鲜出炉的点心，人跟着在欧阳俊的对面坐下，眼神温和地看着未来的小舅子，说道：“大小姐昨晚回来得很，又喝得有点醉，现在应该还在休息。欧阳亚醒来，估计会头痛，他都给他冲好了蜂蜜水，让他醒来便喝，会舒服点。他若是坚持回公司，再给他煮一杯咖啡，让他喝了提提神。若是不想回去上班，用过早餐后陪他散散步，消消食，就劝他回房里补眠去。他很累的，看他大哥就知道了。大姐喝醉了。”小兄弟俩都看着战远，一脸的担忧。阿健问道：“那大姐会不舒服吗？”我爸喝醉后就会发烧，也会头痛，很难受的。他们好像没有见过大姐喝醉过的。大姐应酬时会喝一点酒，一般不会喝太多，所以从来没有醉过。我也不知道，要等大小姐醒来才知道。大小姐不舒服，所以你们兄弟俩要懂事点，别让大小姐忙于工作之余，还要操心你们的学习。兄弟俩同时点头应允。战远伸手摸摸欧阳俊的头，俊少很乖。战远哥哥，你偏心，你总是夸大哥，不夸我的。欧阳健立即嚷嚷。战远笑，起身探过身子，伸长手，也摸了摸欧阳健的头，笑道：“阿健也是个很乖的孩子，你们俩都很棒，聪明懂事，活泼可爱。调皮的时候也真的调皮，拆屋的时候真拆屋。孩子调皮时都那样。”战远对2个小家伙的包容性很强，虽说他们调皮的时候偶尔也会闯祸，都是小祸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是坚决不会去碰的。兄弟俩吃完了早餐，战远拿来他们的书包，让他们背上书包，然后一边手一个牵着兄弟俩出屋，免得他们说他偏心。管家看着这一幕，习以为常了。战远本来只是大小姐的私厨，现在啊，几乎成了全能的了，还负责送2位小少爷出门上学，下午只要有空也会去接他们放学，看着2位小少爷写作业、练琴、下棋、练字，陪着他们玩闹，就是练拳脚功夫。战远都能陪着，也能教导他们。管家都觉得战远是全能的，好像就没有他不会的。怪不得大小姐那般高看战远。不过人家战远本就是豪门大族里的少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亦学过拳脚功夫，文武双全。听说战远也有自己的事业，撇开他管成战家6少爷这个身份不说，凭着他个人的资产家产轻轻松松过亿的。今天战远并没有送2个小家伙上学，他只是送他们出屋。送他们上学的司机已经等着了。战远哥哥，你什么时候又送我上幼儿园？欧阳健问道。上次你送我过去，被我班的同学看到了，他们都夸我的哥哥很好看。战远好笑地轻捏一下他的脸。你是真想让我送你上学，还是想满足你的虚荣心，让大家夸赞你有个好看的哥哥？欧阳健咧嘴笑，都有。今天就不行了，你们的大姐还没有起来。
我等会儿要为大小姐准备早餐。欧阳俊说道，不是准备好了吗？大小姐平时是这个点用餐，我刚做好的早餐，就恰到好处。现在她还没有起来，早就准备好的早餐都要凉了，味道肯定不如刚早好时的好吃，所以要重新做过。战远将他们分别塞上了他们要坐的车子内，笑着对他们说道，认真读书，周末带你们去游乐场玩。好呀，战远哥哥说到做到，不能因为大姐反对就改变主意哈。欧阳俊按下车窗，还要战远和他勾手指。战远哥哥有时候答应了带他们出去玩，但大姐说不可以时，战远哥哥就反悔了。欧阳俊知道战远哥哥是大姐的私厨，理应以大姐为中心，听大姐的话，可他又觉得战远哥哥太听大姐的话了，简直就像他一样最怕大姐，还以为有个人不怕大姐的呢。好，战远笑着和小家伙勾了手指，叮嘱欧阳俊系上安全带。他站在原地目送着2辆车开走，直到车子拐出了别墅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往回走。在屋门口遇到出来的管家，他问江叔，大小姐起来了吗？江叔答道，还没有。大小姐很少会起晚的，会不会是不舒服？江叔话里带着担忧，大小姐也是人，不是铁打的，天天那么忙，也会累着，人累了，免疫力下降就容易生病。不会的，大小姐身体很好，她昨晚是喝得有点醉，可能睡得沉一点，我重新给大小姐做早餐，做好后再上楼去敲门问一下。江叔放心的道，行，你办事我放心，大小姐有你照顾每天3餐，我们所有人都放心。